姐，我这次回来感觉爸妈感情好多了。那是，你都不知道爸这2年可努力了啊！他现在啊，只要有空就去妈的酒楼里来一盅，从早喝到晚。他还跟我说他要学黄爷爷，他现在隔三差五就给妈送花。哇塞，爸也太浪漫了吧！难怪这次回来感觉他们感情好多了。也许时间真的能够治愈一切吧。姐，你还想谈吗？我听他们说，小江哥这些年一点消息都没有。姐，7年了。想，但已经不是以前那种。好了，你明天什么安排呀？明天孙子叫我跟他出去玩。哦，他一直对你有意思，那你对他呢？就是朋友。只是朋友？跟他在一起吧，是挺开心的，但是那种感觉是友情，不是爱情。有时候他还是太小孩了。你要觉得不合适，你就跟人说清楚啊。那我该怎么跟他说呢？我说我对你感情不是爱情，只是友情。我又怕伤害到他。那就不直接说，暗示吧。暗示？哎呀，我们家马达达长大了，知道顾虑别人感受。再这么大也没有你大。马达达，找死是不是？哎，我说年纪，你年纪就是比我大呀。哎，姐不对啊，别光说我呀，你的好朋友呢？易东东啊。易东东，挺好的。挺好的，挺好就有可能。不理我就是默认啦。哎呦，默认你个大头鬼啊！马达达，祝你明天玩得开心啊！我要跟你睡。哎呀，你别这大热天的，你别跟我挤，你回你床上，回去。我就要跟你睡，我就要跟你睡。听说这家酒店是那个什么明星他们家开的，叫什么马达达？哎，对，没错，就是他。他的名字啊是有点怪，但是他戏啊拍的还是挺好的。我记得呀，几年前就有看他拍的那个叫《侠影公主》，就觉得他能火，只是没想到啊，他居然能从咱们的麻阳街给红到香港那边去了，是吧？哎，我昨天还在电视上看到他了呢，还看到他们一家人呢。哎，对，我也看到了，还有他家的那个老大，给八号桌送一个果盘。哎，没想到居然比那个马达达长得还好看呢。我知道。其实啊。很久前我就听过马小小这个名字，然后一问，他在咱们麻阳街还挺有名的，从小就能考第1哦，还差点去那个北大那边上学去了呢。是吗？好了，这样真的可以吗？放心吧，你亲妈都认不出来。真的认不出来。哎，放心吧，你都装扮成这样了，谁能认出你来啊？我都认不出你来。别孙，哎，上班啊？啊。哎，孙孙，来来来，哎。
我朋友。别跟这种不三不四的人在一块儿，让你妈担心啊！你放心，我以后肯定不跟这种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。不三不四的人不行的。这孩子，牛一拜拜。牛一拜拜。好你个孙孙，三马怀是吧？是不是认不出来嘛？快走走走。行了，你打扮成这样，没人认识你。走，排队。走。哎，不行，我今天必须让你把骨头给玩散架。走了，没事儿。怎么样？今天够意思吗？我都不记得上次这么疯玩的时候是什么时候。高2那年，会考之后，那时候我们去郊游，你非得跟着我们去。什么？我非要跟你去？明明是你非要跟着我去。绝对是你要跟着我去。是你。是你。你。好，我来坐。好热呀！好热呀！我都热出汗了。你摘了墨镜没事吗？你被他们发现了怎么办？总不能一直躲一辈子吧？能玩这么久，我已经很知足了。明天我就要回香港了。这几天在家，你知道我感悟最深的是什么吗？白米饭实在是太香了，特别是一碗热热白米饭。我得开始减肥了。今天真的很开心，谢谢你，孙大侠。不久后，马达达又回到香港拍戏了。孙孙的初恋也终于画上了一个句点。但说实话，孙孙也比我强多了。我的初恋练了这么多年，什么时候才能开始啊？回来了，东东。来，又去陪孙孙喝酒了。心情不太好，陪他喝点。今天下午信访办的小李
来家里了，说你停薪留职的申请已经批下来了。单位前天和我说了，我订了明天的票，一大早就走。明天就走，这么着急？那我还没来得及给你准备东西呢。不用了，妈。您隔三差五就往我爸那儿跑，不是东西都在那儿呢吗？我爸那边也着急，我就赶紧过去了。儿子，都想好了？我知道你希望我留在信访办，但我不是还年轻吗？还是应该出去闯一闯。你都想好了，妈就支持你。东东，跟妈说，这回下定决心去深圳发展，是不是和潇潇有关系？哎呦，我的儿子，小小啊是个好孩子，妈也很喜欢他。可是有时候这个缘分未到啊，那也不能强求。你去深圳和爸爸一起去好好闯闯，咱们换个环境啊。知道啦，放心吧。小小，你这是？走了，去深圳。你去看艺术啊？帮他工作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，跟你告个别。那，你信访局的工作？停薪留职。挺好。那我就祝你一路平安，一切顺利。照顾好自己啊。干眼的。那时候的我们总不够勇敢，以为有很多时间。如果时光我觉得回到那一天，我也该改变点什么了。会站在你的身你想怎么改变？忽然间长大的我们，回望昨天，你是我最美好的遇见。忽然间长大的我们，来不及告别，然后在人海中走远。忽然间长大的
转眼间，我在深圳也做得有些起色了。广州发展迅速，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，而一直伴随我们成长的麻阳街，也很快迎来了自己的改变。好的好的，基本资料我已经了解了，等我们整理一下，我给你回电话。再见。恭喜你啊，小姐！等资料审核完，你就是我们律所最年轻的2级律师了，真是太厉害了。那我还得感谢你啊，你帮我整理的资料很仔细，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哎，我的那支钢笔呢？钢笔？就是我用的最久的那支。哦，上次律所大扫除，我怕他们给你弄丢了，就给你收起来了。这呢。小姐，这支钢笔是谁送的呀？一个朋友送的。那一定是个很特别的朋友吧？因为我看你签一些有重要意义的文件的时候，都会用它。让我们回到广州新闻。本月13号，广州市政府与香港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。改革开放以来，社会发展速度也太快了，这些成绩10年前我们哪敢想？新3条的建设，好啦，拓广州北环高速公路以及开发集贤庄新世界花园。政府将进一步扩大城市化改造。麻阳街1号到40号也在此次的旧城改造范围。内贸部在深圳现场召开经验交流会。妈妈，小朋友，你找谁呀？妈妈去哪里了？小朋友，你妈妈呢？妈妈呢？走丢了。妈妈叫什么名字啊？哎好，你怎么能乱跑呢？你知道妈妈多担心吗？正好。小小，你吓死我了。本来想悄悄回来给你个惊喜的，结果刚在门口登记，一低头就发现爱好跑不见了。你这当妈的心可真大哦！这个小浩的好好比你机灵多了，直接溜到我这儿来了。前2年都是我妈在带孩子，现在我一个人带，还挺不习惯的。哎，真梅阿姨走了，李叔还好吗？身体倒还是都挺好的，就是外婆跟妈都走了之后，就更不爱说话了。我爸也不知道跟他聊点什么。也是。小朋友，我是谁呀？小小阿姨。好可爱哟！我终于见到他本人了。哎，对了，小宝呢？啊，他先回去了。我送完李叔回老房子之后，就想先来见见你。你们这是要全部把家都搬回来啊？你不知道吗？麻阳街要拆了。我也是刚刚看新闻才知道的。头几天加班晚，我爸妈睡得早，也没人告诉我。我们这次回来也就是签拆迁合同的。哎，我听小宝说，东东也从深圳赶回来了，就在拆迁办负责麻阳街的项目呢。他回来了。奶奶，我要走了。回老家了。以后我不能长着来看你了。小健哥，我也等不了小健哥回来了。哎，
奶奶，我是不是让你晕着了？哎，奶奶，7年了。小千哥到底在哪儿啊？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2位呢是负责麻阳街拆迁工作的徐主任、易主任，大家欢迎。来，2位请坐。我们欧总呢在外面接个电话，马上就到，2位请稍候一下。这次信访局把你紧急调配到拆迁办，协助麻阳街这个项目。这2天刚通知，就叫你过来开会，辛苦了，应该的。好，先这样吧。欧总，我给您介绍一下，这位呢是负责拆迁工作的徐主任。徐主任你好。你好。这位呢是是吧？易主任。我来帮你吧。哎呀，不用了，你刚回来啊，就好好休息吧啊。没事儿，回来我高兴不累。哇，我最爱的猪蹄萝卜汤啊！哟，还是我儿子啊，这一看就知道，专门给你包的啊。妈，你得再多加点姜。哦，还有黄酒也放少了。弄完给我盖了啊。妈，我来。哎呀，不用了，你这牵着手，你这孩子，你这能了你啊？你行不行啊？你看嘛。你，哎呦，儿子，你别吓我呀！哎，你说你去上海之前，你在这儿，你什么活也不会干，你连个煮鸡蛋都不会，怎么这一回来你切的比你妈还好啊？你跟我说实话，你在上海是不是整天伺候别人？是不是？你说，妈，我没有伺候别人，我就是伺候好好。什么？哎呦，你说说你在这儿的时候，你妈我是把你当佛一样供着，这你倒好，你到了上海，你把你老婆当佛一样供着，哎呦，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！哎妈，我还没说完，我说的好好不是老婆增好，我说的好好是你的孙女恋爱好。真的啊？啊，那当然。妈，我跟你说，我在上海什么活都不干，就像你现在一样啊，叉着个腰啊。曾好都是抢着干活，从来不让我上手。哎呦，儿子，那这也不行，这家务活也不能全让那个曾好干啊，毕竟他一个人带孩子很辛苦的。不是，这话说回来啊，那这让女人干点活也正常，是不是？你妈也整天干活，对吧？妈，你这把我都说傻了，那你到底是让我干活还是不干活呢？哎呦，是你把你妈给说傻了。哎，对了，儿子，我跟你说件事儿啊，你爸跟我已经商量过了啊，等那个拆迁完了以后啊，我们就准备买个特别大的房子，到时候啊，
我们一家5口就可以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了。哎，儿子你放心，什么活你都不用干，你妈我伺候你们一家3口。哎妈，一家人，你说什么伺候不伺候的？哎呦，这汤煮好了，我得加点盐。哥，菜好啦，好。菜来了。哎呦 ，Go Go Go！难得你从深圳回来，正好啊，妹妹明天要去北京准备研究考试了。妈，我那是研究生考试。哎呀，行了，我不懂，反正不就是要继续研究书本什么吗？来，最爱吃的臭鳜鱼，你们尝尝，快趁热吃。嚯，你这鱼够辣的。妈，真的太辣了！你说你们俩一个在深圳，一个去北京，把我们家吃辣的光荣传统全都搞丢了。明天啊，你们去深圳，跟我爸说一条这么辣的鱼，看他有没有搞丢。东东啊，哎妈，是干嘛？您有事直说，不敢吃。东东，妈今天就想听你一句实话，你什么时候打算开始交女朋友啊？我一猜就是。天下没有仙女下凡，眼光啊不要太高了。2个人结婚了以后，可以朝着事业发展，感情就慢慢培养嘛。妈，爱情是婚姻的支柱。您想想看，咱家原来那么的苦，您跟我爸还能那么的好，不都是你们爱情撑的吗？是不是？要不是早早的有了你们3个，那可不一定呢。哎，妈，你等着啊，我给你看个东西。妈，多吃点。你说说，我们家有你这么一尊大龄未婚男青年往家里这么一摆，人全麻阳街的人都在笑话我。人都说了，这么大了还不结婚，人家都以为你有问题。我看着像是有问题的吗？妈，这我就得说您了。上学的时候啊，您不让我早恋，这毕业了就让我结婚。你这孩子，你不会变通啊？你看看人家梁小宝，人也没早恋呢，但人家就近水楼台先得月，人知道人喜欢人就盯着。你看，这是什么？哎呀，你别在这儿帮你哥哥打马虎眼啊！我今天就一定要揪着你哥哥，把这个什么时候能够找对象这个事儿，给我有个严肃的表态。妈，这东西是从我哥房间里拿出来的。李西西，你拿我东西这件事已经多少年了，你还是没改。我帮别人买的。妈，你听见了吧？这给别人买的，我哥人家早有准备，你瞎着急什么呀？这什么呀？就是达达姐之前拍广告那牌子，现在女孩子都可追捧这个了，都想皮肤呢变得白白嫩嫩的。哥，行啊，你这挑礼物的眼光行啊，快跟我们老师交代一下，我的未来大嫂。东东，你妹妹说的是真的，你真有喜欢的女孩子啦？没有。哥，你这心里不会还念着小小姐呢吧？哎呦，东东，你心里还没放弃小小啊？哎呦，东东啊，我儿子，你就别再喜欢小小了啊！
妈给你找一个，不，给你找一堆好看的。从明天开始，你就一个一个的去相亲。哎呦妈，我求求您了，别再让我相亲了好吗？我不行了，我真不行了，我求求你了，别再让我相亲。哎呦，我的儿子，你到底你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呀？哥。我不吃了，哎呀我出去走走。你去哪儿啊你？我就不行了，我。妈，咱吃。来，这话怎么就说不通呢？就小宝啊，我刚才是不是说错话了？没有吧？你什么话说错了？我刚才不是说那汤太咸了，不适合给好好喝吗？还好啦，我妈就喜欢夸张，你别想太多了。可是我刚才看到你妈的脸一下就垮下来了，后来也不怎么跟我说话了。没事的，好好。你想啊，我妈那么爱我，我那么爱你，那我妈她一定会很爱你的嘛。可是我总觉得你妈好像对我有很大意见。哎，正好，你把爱好的那个小棉袄放哪儿了呀？哦，在那个卧室里。哦。哎，也不知道李叔一个人在家吃什么，叫他过来跟咱一块儿吃饭，怎么说都不肯。放心吧，李叔他厨艺那么好，自己随便做2个菜都能吃得很好啊。那倒也是。哎，当年啊，李叔就是靠厨艺征服了我外婆，我外婆才把我妈嫁给他。小宝，这次房子拆迁的钱，我准备把我的那份也给李叔。好啊，要是李叔愿意的话，可以叫他来大房子和我们一起住。跟我们住一起，他肯定别扭。我是想在我们小区附近吧，给他买一套好一点的房子，这样我还能经常带着爱好去看看他。你都计划好了哦。虽然我跟李叔也谈不上父女情深，但毕竟是一种缘分。况且他以前挺照顾我外婆和妈妈的，所以我也不能不管他养老。你会支持我吧？当然支持。好，无论你做什么，我都会支持的。请，欧总，孙先生到了。孙孙，小健哥，真的是你啊？他们之前跟我说欧总，我还在觉得奇怪呢。我想这么多年没见了，应该不太可能，没想到真的是你啊！坐。哎，你这儿真的挺不错的。这些年怎么样？啊，我就那样吧，过得不太好。特别是去年，我爸下岗了，我妈也辞职了，一家人就靠我一个人的工资养着。工作压力很大，还每天要受龙哥的气。谢谢小健哥。龙哥，就是我们电视台的老大。我现在跟着他干摄影助理嘛，但是什么焦点啊、构图什么的他都不教我，就天天让我搬脚架。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当上摄影师。小健哥，小健哥，哎。你还记得以前你脚断了，来找我混社会吗？你知道怎么混社会吗？我不知道。我去你的这个！去！有本事冲我来，别为难我兄弟！冲你来就冲你来！怎么了？单挑啊！单挑啊！我告诉你，谁也不许动！今天我弄死你！好啊，弄死你！送他去医院！走走！加油！我记得我瘸着腿被吓得跑得飞快，那都是骗你的。
不对啊，我看见那把刀子捅进大胖哥肚子里了。那你后来看他有没有事啊？那你为什么要骗我呀？社会不好混，那个时候我想让你好好读书。混社会是不容易。孙孙，那个时候你还小，但现在你已经是个男人了，你父母年纪也大了，照顾好他们，别让自己后悔了。那小建哥，你这次回来忙什么呀？我们公司是麻阳街拆迁项目的开发商。哦，我听说了，旧城改造计划是吧？所以，我一定会为你争取高额的补偿金，这样你也能缓解家里的经济问题嘛。谢谢小建哥。但你得帮我个忙。旧城改造现在是大趋势，响应国家号召准没错。而且啊，这些老房子它迟早都是要处理的。我们公司的补偿金比市场价要高1倍，高1倍，有这好事？哎，这样的机会可遇不可求啊！我跟你们说啊，这个拆迁补偿金是真的有这么回事儿。告诉你们个秘密吧，我们家都已经拿到拆迁补偿金了，而且这家的拆迁补偿金啊，高出1倍呢，1分不差，全拿到了。嗨，你不信就算了。我陈瑞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呀？真是，我做事多仔细啊！我早去其他城区调查了，拆迁补偿这家最高，是不是？没错没错，我们家丽丽说的没错啊，这事儿不能开玩笑了，这么大的事儿。前一段时间，我们家孙孙通过他这个电视台的渠道认识了双城国际的一个高管，这事千真万确。哎呦，反正都在合同里写着，白纸黑字，早签早拿钱。你们看看，老董。你们看看，哎，老梁，别看报了，赶紧的跟我签约去了啊，快点！哎，签约着什么急呀？比起那边那个新房子呀，我倒是更喜欢这个老宅子。现在跟我说这些，以前你可不这么想啊，动不动就离家出走。你说这个干什么呀？这是我发迹的地方。你闻，到处都有人民币的味儿。哟，别说到钱了啊！哎，丽丽跟我说了，他们已经签约完了。你知道那个开发商啊给的那个补偿金啊，比别的街区啊要多出这1倍来呢。多1倍？哎呦，那可是不少啊！要不咱不也签了吧？就是要去签嘛，快点儿！行，我换件衣服。快！你说我是穿这个的确凉的衬衫，我还是穿这个牛仔？你就穿一个西装外套就行了。快！啊！哎，曾好，你找什么呀？啊？感冒药，爱好一起来就流鼻涕了。啊？哎呦！哎呦，你过来！哎，怎么回事啊？你把我给爱好穿那个贴身小棉袄给脱了呀？啊？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我看见爱好背上都热出疹子了，就想着脱了给他凉快。哎呦，我跟你说，这跟上海是不一样的。这广东的晚上也是很冷的。你说那个小孩子，你不懂事啊，晚上就会踢被子呀。啊，你把我给他穿那个小棉袄给脱了，到时候他一踢被子，那不就着凉了吗？这我也不知道啊。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你是怎么当这个妈的，真是。妈，我是爱好妈妈，我难道会故意害他着凉不成？哎，你这说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你们来的正好啊！哎，你说这个孩子啊，一会儿嫌我的这个什么汤包咸了，现在又嫌我妈给那个爱好穿那个小棉袄给脱了啊！你是不是嫌我呀你啊？我没那个意思，你能不能别这么想我啊？就是什么没那个意思啊？好，正好你们俩都在啊。那个小宝啊，为了你
去上海，你别啦，我得说出来，我这心里我就痛快了啊！你听，那个小宝为了你去上海等了那么多年啊，都不管我们俩的死活了，是不是啊？好，你们好不容易回来了啊！这小宝前几天一进厨房，我这一看啊，哎呦，那个萝卜丝啊，切的比我的还细呀！哎，你说我这当妈的，我是看在眼里，我疼在心里啊！你跟我说实话，那小宝在上海是不是整天伺候你啊？你说。那在上海的家务活也都是我跟小宝一起做的。哎呦，你行了吧你真有我眼下是不是啊？小宝，从小到大，爸爸对你怎么样啊？挺好的。那为什么你媳妇儿这么惹我媳妇儿生气啊？我也没什么经验啊。爸，一般遇到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做啊？我们曾一起走过熟悉的街角，还残留你言语中快乐的味道，感受过你温热心跳，却变成了冰冷煎熬。我要怎么把你忘掉？你留下的所有美好。